跟低压会有两边。那开路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意思是把低压的地方，高压不用开，高压的地方把它开路，然后低压的话会从负改变成这个。好，开路是高压侧那个地方，外面的地方把它拔掉，然后在低压的地方我们把它放一个电源给它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做电路的时候会怎么去看它呢？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今天加在的是低压的位置，我加在这边，那我们是要把后面的把它丢回来这里，我们是要把它转回来这。那转回来这里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？转回来这里是，当我今天如果我是开路，或是也可以把它称作是所谓的五载。开路试验就是所谓的五载试验。什么叫五载？五载就是说，当我今天这边原本应该是一个负载，可是我把它拔掉。你把它拔掉的时候，你觉得它最后的电流会变怎么样？对，会很小，几乎是零，没有电流，或者是很小，懂意思吗？电流会很小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几块的电阻和电抗，这边是一块，那这一块是不是可以用我刚才的方式把它变过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块我们可以把它拉过去，好，拉过去，最后就会变成这样，好，所以这两块，好，那后面开路我一样保持不变哦，所以会有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这部分，是串联的部分。第二部分是这一部分，是并联的部分，应该分得出来串联跟并联嘛？我们的电源在这边 ，OK， 因为高压侧开，我们放在低压的位置。可是这个时候会有所谓的串联的电阻，跟所谓的并联的电阻。当我今天开路的时候，我会以哪一个为主呢？开路的时候，电流很小。会对什么东西造成影响？你们应该在电工机械前面直流机的时候有听过这个东东，这是什么？什么损？铜损是什么？一个马达，无论你是什么马达，你应该都可以看到里面有绕很多线。比如说你看天花板的电风扇，里面应该可能会看到它有绕线，里面的线的材质都是铜做的。所以才会把它称作是铜损。铜损就是指电阻的损失。那我们通常在算的时候，我们会用 P7，公式会怎么算？是 I 平方乘 R。铜损是不是这么算？有意思吗？那铜损是电阻的损失，那可能就问一个问题啊，那这边是电阻，难道这边做不是电阻吗？这两边的电阻有什么不一样？串联跟并联会有什么不一样？不知道。啊，这边刚好帮你们复习，你们直流机应该有学过有个东西叫分机式的一个马达或者是发电机。然后比如说如果是马达分机式，这个画这样，是吧？这应该是你们期末也会考吧？分机式会长这样，分机是代表说这块。这个分析，那应该可以看出来吧？如果我这边有一个电阻的话，啊，如果我这边有个电阻，好，那应该可以看出来嘛？这边像是串联的部分，这样是不是并联的部分？对，懂意思吧？这样是并联。那我在算这边的功率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这样算，比如说这是 IA 好了，比如说这个是 IF， 啊，比如这是 V。你们不是考第8章、第7会不会考？会吗？第7是损耗嘛，所以损耗应该要考这个。比如说他问你这颗电阻的损失，我们是不是用 I 平方 R 乘以 R 啊？这是 RA， 我们是会这样算 ，I 平方乘以 R。但是这一颗我们通常会怎么算？这颗你可能也可以用 I 平方乘以 R，
对不对？但是你除了用这个公式，我们还会用什么公式算？我可不可以用 b 来算？可不可以？我是不是也可以用 b 平方除以这个？这样是不是也是它的功率？懂意思吗？那所以你如果用这个东西来算的时候，跟这个东西来算，它们的算式的条件就很不一样啊。这里是用 I 来算，这里是用 V 来算。可是你一个不论你是变压器还是马达还是发电机，你的 V 会变吗 ？V 是你的电源我怎么突然会变电源？所以 V 是不是不变？所以代表说这一颗最后算出来是什么样的？应该会是固定的吧？懂意思吗？但是你这边的 IA 会是固定的吗 ？IA 是什么？电流，电流会随着什么改变？负载。所以说你的负载有变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改变到它了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，当我今天我在做变压器的短路开路试验的时候，无载试验，因为我去把这个负载拔掉，拔掉应该会影响到是串联的部分还是并联的部分。拔掉就代表说你的 I 会有很大很大的变化，变得很小。如果 I 变得很小的话，谁有可能就不见了？串联的部分就有可能不见了，听懂这意思吗？所以如果串联的部分不见的话，它电路不就代表变这样了吗？哇靠！我直接把串联给擦掉不就好了吗？变这样，懂意思吗？所以最后就是一个电压并联一个电阻，再并联一个电感。有没有觉得突然变得很简单？有吗？所以以范例3来说的题目就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懂它的意思的话，一个电压、一个电阻、一个电感都做并联 ，R、X、V， 然后这是我们基本电学交流电的最简单的电路，是完全没有别的东西，就长这样而已。然后他跟你说什么？好，一台单线的变压器啊，开路试验啊，然后跟你说瓦特表啊、伏特表啊、安培表啊，量出来是30瓦、100伏特、1安培。好，这些条件都是在输入端，所以这里100伏特，这里1安培、30瓦特，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去算基本电学，来算你的 R 跟 X， 就这样，会不会很难？这其实应该很简单。如果你这个不会，应该是你基本电学的问题。还是你基本电学的问题，而且你基本电学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是最简单的电路，还有很多电路还比这个更复杂的。好，那我做一次怎么算？好，一样嘛，这边我们是功率是30瓦，就代表说这颗是30瓦。那我刚才不是说吗 ？P 不是可以用 V 平方除以 R， 对不对 ？V 已经告诉你是100啊，100的平方除以 R， 那是 R 就可以算出来了。对不对？那 X 怎么算？好，我们先看 R 好了。好，我先看 R。先看 R 的话 ，R 会等于100的平方除以30 ，OK。那再来是，刚刚不是有学到4载功率吗？刚才不是有学一个 S、P、Q 的三角形，马上可以用到了。100伏1安培，所以 S 是多少？S 就是100嘛，4载功率 S 是100，P 是30，那 Q 是多少 ？Q 也大概是接近100啊，可能比如说95之类的，因为30跟100是不是差很多倍？对，我们来看看 Q 是多少，有没有答案？没有，我也知道答案多少。好 ，Q 会是一个很接近100的一个数字，比如说你就带95之类的，或98，随便。好，那所以你得到 Q 就是 V 平方除以 X，P 是 V 平方除以 R， 是10公，电阻才会做10公，而 Q 是 V 平方除以 X 是10公，电感做的就会是10公，懂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可以带刚才那个95会等于 V 平方除以 X， 这样 X 就算出来了，这样就是开路试验。可以吗？所以开路试验、短路试验，它到底在做什么啊？其实你要知道，开路试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并联电路，而短路试验呢，马上来做360压测短路来做短路试验。
那我们刚刚说开路试验的话呢，是高压侧开路，高压侧开路。那短路试验的话，会是要哪边短路呢？会变成低压侧短路，懂意思吗？是高压侧开路，然后低压侧加入电源。而如果你是短路试验，是低压侧短路，然后嘞高压侧加入电源，懂意思吗？它刚好会有点不太一样。OK， 所以如果这个题目跟你说是短路试验，哇，超爽的！短路试验就是一个串联电路，长这样而已嘛。开路试验是并联电路，短路试验就是串联电路。所以他跟你说40瓦特、100伏特、1安培，就是这里40伏特是40吗？40瓦特，40瓦特，150伏特，1安培，就长这样。那这样让你算 R 跟 X， 难不难？超简单的啊！同损不是等于 I 平方 R 吗？对不对？同损是40啊 ，I 是1啊 ，R， 所以这样 R 就等于40欧。超级简单，对，虽然你们这次不考，但是这个题目超简单。好，那一样，X 可以怎么做？很多做法都可以，甚至你用欧姆定律也可以啊。这个是 V， 这个是 I， 那阻抗是多少？阻抗不就是欧姆定律吗 ？V 除以 I 啊，150啊，150欧姆啊，对不对？那除了有 PQS 的三角形，这个应该知道吧？X 跟力也会有个三角形嘛，对，所以他跟你说你的阻抗是150，电阻你刚才算出来是不是40？那 X 是多少呢？这是多少？那也是用算的嘛？你看课本305页第4点是150的平方减掉40的平方再开根号，是不是也是很接近150？我看出来吗？那就长这样啊 ，X 都算出来了，145，懂这意思吗？